外号外，李家公子悬赏50两寻找龙泉宝剑。哪里来的臭乞丐，敢挡老子的路，滚一边去！什么东西啊？我是藏宝图的图灵小凤，你的鲜血唤醒了我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小凤的主人啦。一只会说话的鸟？我没有眼花吧？小凤才不是鸟，是神兽凤凰啦！哎呀，好痛！主人，不要戳人家的脑袋！天啊，你竟然是真的凤凰！小凤，你知道龙泉宝剑在哪吗？当然啦，主人请看。这里是后山，主人快和小凤一起开启寻宝之旅吧！啊，我的伤竟然好了！龙泉剑捡来了！小凤，龙泉剑到底在哪？请主人耐心寻找。水里好像有东西，难道是龙泉剑？真的是龙泉剑！这50两白银是我的啦！嘿，醒醒！臭乞丐！哎，滚！我找到龙泉剑了，我是来领赏的。哎，快滚！原来是个骗子！我家公子的龙泉剑已经找到了。什么？找到了？已经有一个人拿着龙泉剑进去领赏金了，拿着一把破剑敢来招摇撞骗，赶紧滚！啊！主人，你手里拿的才是真正的龙泉剑。主人，你手里拿的才是真正的龙泉剑。哎，还不滚？你怎么确定我手里的这把剑是假的，里面那个人的剑就是真的？你个乞丐你！如果因为你的阻拦，你家公子被骗，你就不怕他一怒之下开叉了你？我可以带你进去。哎，惹怒了少爷，后果自负。走。这是说好的50两白银。手下留情！他给你的龙泉剑是假的。假的？哎，李公子，我怎么敢拿一把假的剑骗你啊？这位姑娘，你怎么能断定它是假的呢？因为真的龙泉剑在我手上。哎，这，公子，这2把剑竟然长得一模一样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肯定我的才是真的，他一个乞丐，一看就是个骗子。喂，乞丐怎么了？我看你穿的也没怎么样啊，难道说你也是个骗子？哎，你，这把剑是我们家公子的，还是让他来判定吧。这2把剑简直是一模一样，这我也难以分辨啊。那这怎么办啊，公子？李公子，你确定你的龙泉剑是当世名剑？这龙泉剑削发如泥，天下少有兵器能与它对抗的。不如这样，咱们让这2把剑对砍，谁要是先断了，谁就是赝品。哎，好主意啊，公子！不行啊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啊？难道你心虚了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！你少胡说八道啊你！现在只能赌一把了，说不定这个乞丐的剑也是假的，赌就赌，谁怕谁啊！好，我数3、2、1，你们同时动手。3、2、1。
你真敢骗我你啊！铁公子饶命，是我财迷心窍，你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啊！等会儿我再收拾你。哎呀，这位姑娘，要不是你，我就被这小子骗了。我也不是免费帮你，我是为了赏金。哦，是，来，这钱你收好了啊，谢谢姑娘。50两白银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李公子，哎，如果以后你的宝剑再丢了，你尽管找我。好。哼。好吃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了，好感动啊！李兄，你看到那个珍宝阁最新的求购名单了吗？其中的单眼蜈蚣一只竟然价值1000两白银。这单眼蜈蚣啊，行踪难觅，又含有剧毒，非一般人能抓住。主人，你想要单眼蜈蚣吗？小凤知道它在哪里哦。真的？宝物在哪儿啊？在城外树林里。该类蜈蚣喜食腐肉，惧怕蛇莓。单眼蜈蚣，我来了！这小乞丐想钱想疯了吧？等他被蜈蚣咬死就老实了。蛇莓汁能解蜈蚣毒，那我涂满全身就不怕被蜈蚣咬了。这抓蜈蚣的陷阱我也布置好了。蜈蚣啊蜈蚣，一定要出现啊！哎呀，师傅，咱们真的能找到单眼蜈蚣吗？这可是1000两白银，只要抓到一只，咱爷俩这辈子就吃喝不愁了。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是。小蜈蚣，别怕，快爬进我的陷阱！哎，师傅，是单眼蜈蚣！啊，你别过来！我抓住了！哎呦！哦，师傅，师傅！我的蜈蚣跑了，我的白银没有了！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有事啊！不然你我可怎么活呀，师傅？你这个人怎么哭的声音比我还大？师傅，师傅，你别嚎了，你的师傅还没死呢。没死。哎，让开！哎，你给我师傅喂了什么药啊？师傅啊，师傅啊，你醒了，师傅。那是蜈蚣毒的解药，是他救了师傅。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。哎，单眼蜈蚣又回来了。耶，我抓到了！哇，这里就是珍宝阁呀，这看着跟皇宫一样。老板，我听说你们这里收单眼蜈蚣。去！啊！老板，我出一株上好的人参。我先来的。老板，先给我算。我是珍宝阁的常客，先给我算，给我算。周兄，周兄，这不是去抓单眼蜈蚣的乞丐吗？小乞丐，你不去抓蜈蚣来珍宝阁干嘛？我已经抓到了。吹牛不打草稿。哎，你要是真捉到单眼蜈蚣了，我把这价值500两白银的人参送你。啊？真的呀？你要真抓到单眼蜈蚣，我就把这颗人参送给你，否则你就陪我们哥俩玩玩。这小妞看似身材很瘦，但是这脸蛋长得还行啊。一言为定。谁反悔谁是狗。对。老板，
麻烦你帮忙拿一个瓶器。好的，稍等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谁不知道这单眼蜈蚣行动迅猛，剧毒无比，就连专门捉毒物的大师都栽到了他手里。看来这小姑娘输定了。这么水灵的小姑娘，可惜了。阁主，我要的单眼蜈蚣还没下落吗？张老爷，您先别着急，很快就有人能找到。唉，价格我再加1倍，2200银一只。我就把话撂这儿了，他就不可能捉到活的单眼蜈蚣。怎么回事？哎呦，秦老板，你们珍宝阁来了个骗子，还声称捉到了活的单眼蜈蚣。对，你们2个人学人家猪八戒耍把式，倒打一耙，殊不知你们2个还不如人家一头猪呢。你骂谁是猪啊？谁叫猪是谁喽？你真的捉到了单眼蜈蚣？稍等哈，老爷子，你马上就能看到了。张老爷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肯定是以为这儿没人识货，拿一个普通的蜈蚣来骗钱来了。与其担心我呀，不如担心你们的人参，一会儿就得进我兜里了。哦，看好了。我看不到啊，真的假的呀？天哪！天哪！竟然真的是单眼蜈蚣！我也看到了，这蜈蚣特征非常明显，只有1只眼睛，绝不可能是假的。这小姑娘也太厉害了，居然活捉了这种毒物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绝对不可能！就算是真的，一定是别人替你抓的。没错，别人抓的可不算数，这是作弊呀！这，说了，你们2个就想耍赖啊！别说这蜈蚣是不是我亲手抓的，那不是我亲手抓的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的赌约里面没有这一条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人参是我的啦！把老子人参还给我！拦住他们！干什么呢？欺负一个小姑娘，是不是男人呢？打不着，打不着！把这2个人丢出去。从今往后，珍宝阁不允许这2位再踏进一步。秦老板，我知错了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是无辜的呀。出去，快走！姑娘，让你见笑了。您是要把这单眼蜈蚣卖给我们珍宝阁吗？对，这个单眼蜈蚣还有这人参我都卖。白霜，去拿2500两白银给姑娘。是。老板，2500两的金额不对吧？我这一个单眼蜈蚣只值1000两，这个人参500两，2个加起来是1500两，你算错了。没算错，姑娘，单眼蜈蚣是我要买的，就在刚才，我把单眼蜈蚣价格加到了2000两一只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单眼蜈蚣是我女儿的救命药，你救了我女儿，我替她谢谢您了。好，那我就卖给您了。姑娘，这是您的2500两。哇，整整2500两，这就到我手里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好疼啊！这是真的。2500两白银，这顶县老爷5年俸禄了，我这赚一辈子也赚不到呀。可不是嘛，就连秦淮河畔的豪宅都能买下一座了，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啊？唉，多谢秦姑娘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哇，黄金1000两，我没有看错吧？姑娘，你对我们珍宝阁的任务要求很感兴趣。这上面啊，都是我们珍宝阁求购的宝物，每日更新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绝无虚假。许多人以此为生，为此还诞生出一个新的职业，叫做寻宝人。你那名单上面最前面那个黄金1000两，真的假的？你是说紫极东珠？当然是真的。这东珠啊，本就是非常难寻的珍珠，再加上采集困难，随便一颗都要200-300两，更别提这紫极东珠，更是10年难得一见。那太好了，到时候我拿着紫极东珠给你。小儿大言不惭，小儿大言不惭。你是谁啊？你连我姑姑都不认识啊？我姑姑可是寻宝人排行榜第3的人物，
最善采珠，曾经可是采集出一颗顶级金珠，戴在了当朝皇太后的脖子上，江湖人称龙婆。哇塞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哼，现在你知道厉害了吧？所以你说你能采到紫极东珠，就是在做梦。这种珍珠，连我姑姑都没采到过，更别说你这个小乞丐了。这样啊，不过采集紫极东珠这种事情，不就是靠运气吗？说不定我运气比你们好呢。小丫头，说话小心，风大别闪了舌头。你以为采珠那么容易？我祖上往上数3代都是采珠女，我太姥姥、姥姥、我娘无一例外都是因为采珠而石沉大海。唉，婆婆，你也别太伤心。我知道你们这些采珠人，采珠是非常困难的。不过谁让我善良呢？到时候我采来珍珠，给你们拿来，让你们欣赏欣赏。你找死！拜拜。哦，不对，再见。到时候我会拿着紫极东珠来找你们。你做梦！紫极东珠一定是我们的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小凤，你不是说这紫极东珠很难找吗？你确定载着小溪就能找着？不会有错的。紫极东珠一般确实生长在几十米深的江底，不过几天前下了暴雨，一个孕育了紫极东珠的河蚌就被冲到了这条小溪里。主人快找吧，加油哦！我去，这河蚌还挺难掰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我之前从没见过你。对，我第一次来采蚌。怪不得你连采蚌刀都没有，河蚌可没那么容易打开。那我的借给你用。谢谢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哇，啊，白色的，不要！姑娘，你丢掉它干嘛？你看这颗珍珠，银白圆润，已经是珍珠中的上品了，特别值钱呢。快把它收好吧。那这颗珍珠就送给你吧。我要找的珍珠不是这种，我要找的是紫极东珠。你要找紫极东珠？有人要在这条小溪里采紫极东珠？我没听错吧？紫极东珠10年难遇，我也就在我姥姥手里见过一次，那可都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。是啊，就算真要找，也该潜入更深的江底去找。这里的水这么浅，是不可能产出紫极东珠的。你们快看，我好像找到了！不可能吧？真好看啊！天哪，这真的是紫极东珠，跟我小时候在姥姥手里看到的一模一样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珍珠，这么大，这么漂亮。哇！我看不到呀，让我看看，让我也看看。姑姑，你快上来吧！你已经在水底待了半炷香时间了。姑姑，再待下去你会出事的！我求你快上来吧，我们不要冻住了好不好？宝珠不想你出事。姑姑，你快上来吧，姑姑！我找到了，姑姑，你真是不要命了，差点吓死我。找到它，什么都值了。姑姑真厉害，我们快拿着它回珍宝阁吧。那个小乞丐，别说紫极东珠，说不定连一颗最普通的圆珍珠都没找到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走吧，走。1000两黄金马上到手，我得赶快回去。主人，你等等！怎么了？主人，小凤发现这附近还有一颗彩云珠，彩云珠才是真正的万里挑一，百年难遇，比紫极东珠值钱多了。你说真的？哟，龙婆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
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紫极东珠，我拿到了。龙婆稍等，我这就去请我们阁主。龙婆，秦老板，紫极东珠我带来了，您长长眼吧。这就是传闻中的紫极东珠，价值1000两黄金啊！龙婆发达了。没错，是真的。龙婆不愧是龙婆，紫极东珠都能随便搞来。龙婆跟某个乞丐可不一样，那个小乞丐不过幸运捉到一只蜈蚣，就真以为自己是寻宝的高手了。我看呀，他说不定已经死在水底了。嗨，你们说的乞丐是我吗？是又怎么样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一个臭乞丐，怎么能跟龙婆相比？就算活着从水底出来，怕也是空手而归。是啊，不过你年纪这么小，还没有经验，找不到也正常，就别逞强了。小乞丐，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我们欺负小孩，你给我和我姑姑道歉，我就考虑一下原谅你。唉，怎么又是这套说辞啊？喂，你们就喜欢被打脸是吧？行，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。秦老板，你看看我这珍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怎么样？小乞丐手里的一定是假的，对吧？这颗东珠也是真的。啊！天哪，这小姑娘先是抓到了单眼蜈蚣，经过了几个时辰，又采到了紫极东珠，了不得呀！年少有为，寻宝人里冉冉升起一颗新星啊！就算你找到了紫极东珠，又怎么样？跟我们打成了平手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可没说，我只找到了紫极东珠。噔噔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彩云珠？没错，就是传说中的彩云珠。竟然真的是彩云珠！我娘生前一直念叨着彩云珠，就想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，可到死也没看见。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，没想到真的存在。你在哪儿找到它的？城郊的小溪里。我娘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的彩云珠，却让你在一条小溪里找到了。这都是命，都是命啊！郑姑娘，你这颗彩云珠能一起卖给我吗？我出紫极东珠的2倍价格。2倍？那不就是2000两黄金？卖！我全都卖给你！郑姑娘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我搜寻珍珠是为了镶嵌在皇后娘娘的凤冠上，本来想用紫极东珠争一争，但有可能被其他珍珠比下去。如今啊，有了彩云珠，就变成了10拿9稳的事儿。快拿3000两黄金给郑姑娘。是。把箱子打开。哇，金子！哇，全部都是金子，都是我的啦！短短1天时间，郑姑娘就赚到了2500两白银和3000两黄金，身价比县老爷都高了。谁能想到，他前一天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小乞丐，真是时来运转了。郑姑娘家住何处？我派人把这2箱黄金送到您家。不用，我暂时还没有住的地方。你能否把这2箱金子给我折算成银票啊？没问题。另外，为感谢郑姑娘把彩云珠卖给我们，从现在开始，您就是我们珍宝阁的天级贵宾。无论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，都比普通客人更优惠。
多谢老板，我以后一定常来。这新衣服就是不一样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是哪家的大小姐呢。主人，我感受到了上古梧桐木的气息，就在附近，我想要它。上古梧桐木，那是什么？很值钱吗？上古梧桐木是凤凰的栖息之木，有了它，我就能实力大增，藏宝图的能力也会跟着升级。藏宝图还能升级呢？小凤，快带我去找梧桐木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好嘞。主人，梧桐木就是他手中的那把古琴。啊，可这是人家的东西啊，我该怎么帮你拿到啊？各位看官，可还喜欢红袖姑娘弹奏的这首曲子？喜欢，太喜欢了，太喜欢了。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红袖姑娘为寻知己，愿把手中的这把大圣遗音送出去。大圣遗音乃是10大古琴之一，价值连城。行了，少废话，就说有什么要求吧。这人谁啊？这么嚣张？他你都不知道？他是寻宝人排行榜第2的胡三刀，是个远近闻名的恶霸，仗着一身腱子肉，到处烧杀抢掠，最好离得远点。这里竟然也有寻宝人，看来这把古琴的确价值不凡。看来已经有客人等不及了，那我就直接说了，红袖姑娘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有人能弹唱出令她落泪的歌曲，她就把大圣遗音送给那人。落泪？不会唱歌谱曲怎么办？什么狗屁要求？故意为难我是吧？怎么会呢？唉，几年不见，胡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。是你个小瘪三，又想来坏我好事儿。错了，小瘪三这个词太难听了，你该叫我玉面公子。玉面公子？他就是那个寻宝排行榜上第1的玉面公子？一个小白脸而已，只会靠女人上位。靠女人上位又怎么了？那也是我的本事啊！哼！红袖姑娘，鄙人不才，愿为您献上一曲《凤求凰》。他竟敢在我一个真凤凰面前演奏《凤求凰》，还吹得这么难听，简直是对本凤凰的侮辱。小凤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不然那梧桐木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唱歌而已，这可是本凤凰的拿手绝技。主人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哇，吹得好，玉面公子，我爱你。红袖姑娘，不知这首《凤求凰》能打动你吗？公子吹奏水平了得，但还配不上我手中这把大圣遗音。小白脸儿，你也有被人嫌弃的时候啊！呸！这么好听的曲子都入不得红袖姑娘的耳朵，乐圣亲自来了，都未必能拿到这把古琴吧？说不定他根本没想把古琴送出去，就是耍我们玩呢。什么？耍我们玩？我抗议！必须给个标准！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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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安静！大家安静一下。等等，到我表演了。这又是谁啊？这么嚣张？不认识。就凭你，我家玉面公子都没有成功，你一个无名小卒，也不怕被笑掉大牙？是不是啊，公子？是，不就知道了吗？
好，太好了！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呐。余音绕梁，堪比乐圣转世。红袖姑娘对我的表演可还满意？何止满意，您就是我寻找一生的知己，这把大圣遗音只有在您手中才不会被埋没。现在，它是您的了。谢谢，谢谢。Yes， 上古梧桐木到手，藏宝图终于能升级了。想拿走老子看上的宝物，那就留下命来！大哥，你搞谋杀呀！把东西留下来，不然老子送你去见阎王！等等！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告诉你，我也是会功夫的，最好离我远点。会点三脚猫功夫就想跟我斗，滚回家吃奶去吧！你对！小凤，快点救我呀！你的梧桐木要被人抢走了！你喊谁都没用，祭天玉皇大帝来了也救不了你。主人，你大胆出手，有我在，没人伤得了你。出手！我怎么出手啊？我怎么出手？他徒手把钢刀掰断了，这小姑娘天生神力啊！我的力气居然变得这么大了！现在轮到我啦！打得好，打得好呀，姑娘，伸手打得真好呀！伸手，打得好！妙赞，妙赞！小凤，你要的梧桐木已经到手了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接下来交给我吧。藏宝图已升级完毕，主人请看。藏宝图升级后，不仅藏宝地点更加精确，还能检测到目前宝物的最高市场价值，保证主人售卖时不会吃亏。另外，主人的资产达到10万两黄金后，藏宝图还可以再次升级哦。小凤，新升级的功能太有用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下一次升级的功能是什么了。走，我们去书坊街继续寻宝。哎，老板，这本书怎么卖？啊，这书啊，这书看着不错，我要了。啊，等等，这书是我先看上的。你先看上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一个女子。你认识字吗？读过书吗？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你是什么身份啊？秀才，我18岁就考中了秀才。哼，秀才，区区一个秀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考中了进士呢。衣服都洗得发白了，你有钱买书吗？少看不起人。这书多少钱？我2倍买了。不贵不贵，这本书20文钱，你给我40文就行。40文？你抢钱呢？没钱就滚！40文都拿不出来，装什么阔佬？哼！还以为你多有钱呢，原来是一个穷书生。没钱，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啊？谁说我没钱了？我只是节俭而已。40文就40文，给你。等等，我出1两银子。1两？好，这书卖给你了。用1两银子买一本破书，你疯了吗？怎么，
你不服啊？要不你跟啊？这位郎君，我一看您就是爱书之人，我这书可是古本，买回去绝对不亏。你看这姑娘就出了1两银子来买，您要不要也加点儿？那我出1两1文。哎呦，就才1文钱啊！这么穷酸，也好意思看不起女子？回家洗洗睡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老板，我出2两银子。姑娘大气。我看你脑子是进水了，用2两银子买本破书，你早晚后悔。我有钱我任性，还要继续跟吗？慢走啊，大秀才！老板，这书我要了，银子给你了。好，您慢走。小凤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我们直接去珍宝阁，把青囊书卖了不行吗？青囊书是一本绝世医书，但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值钱，去珍宝阁是卖不上价钱的。珍宝阁不要，难道郡王府就愿意买了吗？这主人就有所不知啦，这府上的欧阳郡主脸上生来就有一大片黑斑，悬赏1万两黄金请天下神医医治，但几10年来都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。恰好青囊书上记载了治疗此病的针灸之法，只要主人把郡主治好，1万两黄金自然就是您的啦。啊，你等等，针灸？小凤，我连草药都不认识，怎么给郡主治病啊？别把人家郡主给害死了！不行，管家，你让我再试试。快滚！别推我！别废话！你让我再试试嘛！别废话！我这次我保证一定能行，好不好？行了，管家，快滚！不是，滚！又是一个骗钱的庸医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！呸！王管家，你就让我再试一次吧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王管家。大夫，你是？大夫，我这里有一本绝世医书，你想要吗？想要我可以卖给你啊。绝世医书？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别拿老夫寻玩笑了啊！我该回医馆了。别急着走啊！不信你可以看看，这可是神医华佗用毕生心血编纂的青囊书，世上只有1本，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。这竟然是完整的青囊书啊！没错，开胸破腹之术，只有华佗才敢啊！姑娘，你是从哪儿找到它的？能不能把它卖给我？卖，当然能卖，毕竟我拿着也没用。但是呢？但是什么？但是我要1万两黄金。1万两黄金，这也太多了。我从1000年前开始治病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呢。你没有，可是郡主有啊！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啊，我有医书，你会治病，你用医书里的办法给郡主的怪病治好了，就可以得到1万两黄金，然后不就有钱买我的医书了吗？好办法呀！还是年轻人的脑子灵活。可是我刚被郡主府赶出来，他们不会让我再进去的。啊，有了，我们可以乔装打扮一番。我来当大夫，你做我的徒弟。等我们混进去之后，再由你动手将郡主医好不就行了？什么？我当你徒弟？不行，这成何体统啊！谁呀？姑娘，你是？我是一位女医，师承太医院张院士，听闻欧阳郡主身染科疾，特来看望。啊，
原来是宫里的女医。失敬失敬，你请进，你请进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人啊，他是我徒弟，就是长得老了点儿。啊，原来是您徒弟，我还以为是宫里的公公呢。不过瞧着实在是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呢。你们怎么会见过？大概是你跟他有缘吧，所以一见如故。哦，哈哈，女医说的是。哎，别站这儿了，请进，请进。郡主，来了位宫中女医，想为您治病，您要见见吗？不见，什么男医女医，这天下根本没有人能治好我的脸。郡主，你就见一面吧。这位女医是太医院院士的徒弟，医术肯定不是一般大夫能比的。说了不见就是不见，都给我滚！实在抱歉，我家郡主今天心情不好，要不您改日再来。哎，等等，你不能进去啊！谁让你进来的？你竟敢冒犯我！王管家，把这人拖出去，杖毙！快走，跟我出去！郡主，何必着急？我若没有治好您的脸，别说杖毙，您把我五马分尸了都行。哎呦，您别说了。等等，你不怕死？我是相信自己的医术，郡主应该给我一次机会，也给自己一次机会。好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治不好，我就把你千刀万剐。郡主，一会儿我们会在你脸上进行针灸，过程中需要您闭上眼睛，千万不能睁开，知道吗？行了，少废话，记住，治不好，我把你们的舌头拔了胃口。啊，我们开始吧。就是这里，在那里下针。哎，等等，偏了。这里，在那。哦。哎呀，你手稳一点行不行？别抖了，等会儿要是被发现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哦。慢点儿！哎呀，你行你来，不行别说话，一会儿出事了，咱俩都完蛋。郡主，你怎么睁眼了？你们对我的脸做了什么？我都听见了，你们根本不是大夫啊！误会啊，郡主，我们真的是大夫，刚才开玩笑呢，是吧？是。郡主，我们真的是大夫。滚开！别碰我！王管家，王管家！郡主，您没事吧？把这两个江湖骗子拖出去打死！郡主，你的脸，我的脸又难看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上天给了我高贵的身份，却又给了我这样一张脸，让我没办法出去见人？郡主，你的脸……你说什么？郡主，郡主，我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我好了，我的脸真的好了。王叔，我再也不是丑八怪了。我看到了，老奴看到了，
记住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嘲笑你了。多谢你啊，女神医。是啊，郡主，没了脸上的黑斑，您的容貌简直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。多谢女神医治好了我的脸。王叔，拿1万两黄金的银票过来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不愧是郡主，就是大气。啊，这个你拿着，这是我的家族玉佩，有了它，整个青阳郡没有任何人能为难你，郡守也要给3分薄面。那就多谢郡主了。给你，说好了，青囊书。太好了，有了这本医书，很多疑难杂症都会迎刃而解，病人们有救了。那就预先祝贺李大夫成为传世名医，流芳百世。多谢姑娘吉言，咱们后会有期，有缘再见。哎，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、5张、6张、7张、8张、9张、10张，1万两黄金到手，再加上之前赚的，我现在一共有13000两黄金和2500两白银。不过，距离10万两黄金还很远。不行，我要继续努力赚钱，再次升级藏宝图。主人，发现新目标啦！青阳城西杨柳巷一户姓周的织娘家中藏有云灵锦1匹，价值5万两黄金。5万两黄金？这个云灵锦是什么宝物啊？怎么这么值钱？云灵锦是天下最顶级的布料，传说它轻薄如云，绚烂如霞，入水不湿，火烧不焚，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用上这样的布料，又能防水又能防火。这哪是布啊，这是行走的金山呐！走，小凤，马上出发去杨柳巷。哭，就知道哭！钱呢？把今天卖布的钱拿来！相公，我求你给我留点吧，我娘生病了，这是我娘救命的最后一钱。你娘的命有老子喝酒重要吗？给我拿来！喂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比赛摔跤吗？嘿，哪来的小丫头片子？做什么来的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听说周娘子织布手艺极好，上门来买布的。没听见吗？人进来买布的还不上钱，招去！等老子喝酒回来，把卖布的钱给我，不然老子还揍你！哼！哎呀！嘿嘿！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，不好意思啊，让姑娘见笑了。买布是吧？跟我过来吧。姑娘请看，这些都是我今日织的，花色虽普通，但质地结实，每匹100文钱。周姐姐，我想买的不是这些普通的布料，而是传说中的云灵锦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云灵锦？这是我家祖传的布匹，连我婆婆和相公都不知道。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买下它。周姐姐开个价吧。不，我不卖。这布卖了，钱也落不到我手里。我丈夫嗜赌酗酒，还对我动辄打骂。我织布赚来的钱全被他拿走了。要是被他知道我瞒着他藏着这匹布，他肯定要打死我。不卖。周姐姐，你先别着急。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？你卖了云灵锦，拿着钱远走高飞啊！
就再也不用在这里受欺负了。姑娘还没有成婚，自然不懂。我嫁到赵家后，户籍也迁到了他们家，逃出去，我连户籍都没有，又是孤身一人，只有钱有什么用？不过，更遭人惦记罢了。这倒真是个麻烦。哎，你刚才说你丈夫不仅嗜酒，还好赌是吗？是。怎么了？那我就有办法了。周姐姐，这样，我帮你拿到和离书，让你带着属于自己的钱离开这里，你就把云灵锦卖给我，如何？不可能的，这个家全靠我织布养着，不从我丈夫身上扒层皮，他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周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办法让他自愿同意，只看你信不信我。好，只要你能帮我脱离苦海，云灵锦我分文不取，送给你。好，周姐姐，你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哈，我赢了！来，继续，今天都别走啊！来，下大下小，这位姑娘，你想玩点什么？我们赌坊什么类型都有，摇骰、牌九、叶子戏，想玩点什么？我带您过去。我觉得那桌挺热闹，就玩那个吧。好嘞，我领您过去。大小大小大，哎，今天的手气怎么这么烂？老子不赌了！哎，等等，我跟你赌。哎，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我都说了，今天我不赌了，你找别人赌去。小姐，你都输出去几百两银子了，你快跟我回去吧，老爷不让你赌博。你傻呀？你不说，我爹不就不知道吗？好了，别烦我。这话又说回来了啊，赌友相邀，哪有拒绝的道理啊？鄙人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，陪姑娘玩两把。这就对了。这次咱们就比比看。第一把，这些我全赌了，你跟不跟？这么多银子，果然是个不学无术的大小姐，今天必须好好坑她一把。好，赌，我们就单纯比大小。这把我全压大。那我全压小。小。哈哈，3个亿，小，我赢了！哈哈，我赢了！哈哈，这次是你运气好。这把我压金锭，你跟不跟？我不信，你还能接着赢。再来！这么大的金锭，这得有10两吧？她到底是谁家的小姐？也太有钱了。10两金子而已，对我来说，不过9牛1毛罢了。愣着干什么？还玩不玩了？玩，当然玩啊！这次我压大。那我压小。我压大。我压小。大。张四爸，你可以啊，时来运转了。我跟着你压了2把，就把这些天输的全赢回来了。那当然了啊，老子可不是瞎赌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有技术在身的，之前只是意外。怎么样，小姑娘，还敢不敢赌？继续。小，又赢了！
小姐，你都快输出去1000两了，再不跟我回去，老爷会打死我的。不行，本姑娘从没受过这窝囊气，我今天输的，我必须得赢回来。对，接着赌。这次换个赌法，我押上全部的身家，咱们按赔率翻10倍，你敢不敢跟？赵四八，你不会是怂了吧？人姑娘可是全部梭哈了，你面前这些可都是赢了的，输了也不心疼啊。这可是10倍赔率，赢了你就一辈子吃穿不愁，机不可失啊！就是啊，你手气正旺，怕什么？赢了这场，翠红楼的头牌那随便点。好，老子今天就跟你赌一把大的。兄台，好爽快！这次你先压大还是压小？压小。小凤，帮我把点数调成3个6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会正好是3个6？我不相信，一定是你出老千！喂，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！这骰子是人家老板摇的，这东西也是赌方的，我怎么出老千啊？谁知道你们有没有暗中勾结，给我设局啊！瞎说！再敢污蔑我们赌方，小心我把你腿打断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输就是输了，少耍赖。之前你赢了我900多两，10倍赔率，那就是9000两。拿钱吧。姑娘，我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要不下次我一定还。拦住他！拦住他！不，好汉饶命，一会儿好好说。想赖账啊？按照我的规矩，赖赌债的，要么留下2只手，要么就乖乖把钱给我还了，你选吧。姑娘饶命啊！我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我家里面还有80岁的老母和孱弱的妻子要养，姑娘饶命啊！姑娘，按照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没有钱还喽？惠一，把他的手给我剁了！不行！哎，等，姑娘。砍掉双手未免太血腥了，而且对姑娘你也没什么好处啊！我可是听说赵四八的妻子心灵手巧，长得特别漂亮，不如就用他的妻子抵债，给姑娘做个丫鬟也行啊！对，我可以用我的妻子抵债。你的老婆真的漂亮，还会干活？当然漂亮，像天仙一样漂亮。再漂亮，再能干活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她都成为你的妻子了。那我平常让他端点东西、拨点东西的，那还得从家里再赶回来，又不在我们宅子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们2个和离，让他做我的贴身丫鬟。这，你还敢犹豫啊？惠一，把他的手给我剁了！不，我欠。早说不就行了嘛？废什么话呀？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来，先吧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果然给我设局了！我要报官抓你！你胡说什么呢？是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你自愿的，对吧？对，人家说的没错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合起伙来整我。现在什么都晚了，认命吧！从此以后，周锦绣与你赵四八再无瓜葛。惠一，把他的腿打断，然后扔到乞丐窝。是。救命！走！救命！怎么还没回来呢？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真不应该让他去的。周姐，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和离书，你自由了。周姐，你自由了。是真的，我终于能离开这里了，我再也不用受赵四八那个混蛋的压榨了。郑姑娘，
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别，周姐，不至于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郑姑娘，你稍等，我这就进屋把云灵锦拿给你。这就是云灵锦，果然非同一般。这匹锦是我外婆当年机缘巧合，用特殊蚕丝和失传的染织秘法所成，世间仅此一匹。今日，它归你了。多谢周姐。哦，周姐，虽然我帮了你，但这匹布我也不能白拿。我这里有1000两白银，够你后半生生活了。你拿着吧。不用，你已经帮我脱离苦海了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。说好的送你，不能食言。周姐，你就拿着吧。如果没有钱的话，你后半生怎么生活呀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已经找好去处了。我准备到妙衣坊当一名绣娘。妙衣坊？妙衣坊是卖成衣的，他们家的衣服品质很高，常年招聘高级绣娘。之前老板柳青青邀请过我，只是我要照顾婆婆，也就拒绝了。但她答应过我，我可以随时去她那里。卖成衣呀？那他们家收这种高级布料吗？当然呀。你是想把云灵锦卖出去是吧？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妙衣坊，我为你牵头搭线。那就多谢周姐了。轻如烟，滑如霞，触之生温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云灵锦？柳老板好眼力，此物就是云灵锦。我也可以证明，这匹云灵锦是我祖母亲手所织，传到了我这里。之前呢，郑姑娘救我脱离苦海，我便把布送给了她。现在她想卖到你这里。原来如此，不知郑姑娘想卖多少钱？5万两黄金。你说多少？5万两黄金？太多了，白银还差不多，黄金绝不可能。5万两黄金确实太多了，要不你压低点儿？不行，5万两黄金，1分都不能少。这云灵锦虽贵为天下第一锦，但也值不了这么多钱。我最多出1万两黄金。5万。15000。5万。看来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，郑姑娘另寻他人吧。我妙衣坊出不起这个高价。但我也提醒一句，我妙衣坊乃是整个青阳郡最知名的成衣铺，你去其他家，价格只会更低。妙音，15000两黄金真的很高了，柳老板没有压价。这批布制成成衣，卖5万两黄金还差不多，但布料你想卖出5万两黄金，不可能的。原来小凤说云灵锦价值5万两黄金是制成成衣后的价格。我有办法了，老板，不如我们合作一把。这匹云灵锦我免费给你，但是制成成衣后的价格你要分70%给我。70%？你只出布料就想要70%的利润？你知道一件裙子想要卖出去，最重要的是裙子设计和绣工吗？最多55分成，就3-7分。但是我能够保证，每一套成衣的价格都能以不低于1000两黄金卖出去。1000两？还是黄金？你可知道皇后娘娘的凤袍都卖不了这么多钱？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妙音，你别说了。如果我说我认识欧阳郡主呢？欧阳郡主？你是说当朝皇叔恭亲王最受宠的女儿欧阳郡主？对。你拿什么证明？我想这枚玉佩可以证明。这枚玉佩是欧阳家的家族徽章，郡主天皇贵胄，认识的人都是贵夫人、贵小姐。我想他们如果买我们的衣服的话，不愁卖不出去吧。这真的是欧阳家的玉佩？怎么样，现在愿不愿意跟我合作？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好，那一切都听我的。过几日咱们就办一个赏衣宴。嗨，顾三小姐，你怎么也来参加赏衣宴啊？是欧阳郡主邀请我来的。这赏月宴、赏花宴我参加过不少，这赏衣宴还是头一次听说，我倒要瞧瞧是什么新鲜玩意儿。郡主，还得多谢你把这么多人喊过来，要不然我这赏衣宴还办不起来呢。小意思，不过这赏衣宴是什么宴会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
别着急呀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先坐。感谢诸位夫人小姐前来参加我妙一坊举办的赏樱宴会。众所周知，赏月宴是欣赏月亮的，赏花宴是欣赏花草的。这赏衣宴嘛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赏衣裳的。欣赏衣裳？这衣裳有什么好欣赏的？诸位有所不知，我们妙一坊这次推出的新品非同一般，乃是天下第一锦云林锦制成。什么云林锦？这衣服再贵，不过是一件俗物而已，何至于专门办一场宴会？真是浪费本小姐时间。顾小姐，你先别着急走啊，看完我们的表演再走不迟。音乐起，月华流霞裙。哎，你看，好漂亮，漂亮，太漂亮了吧！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裙子。哇，太美了吧！真是太美了。碧海晴空裙。金秋桂影裙。紫烟凝目裙。各位夫人、小姐，对我们的这些衣服是否还满意呀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第一套月华流霞裙多少钱？我要了。顾三小姐大气，这4套衣服的成品都一个价格，定价每套1000两黄金。1000两黄金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说它值1000两黄金，而不是1000两白银？你们没有听错，就是1000两黄金。真拿我当冤大头啊？这衣服再怎么好，它也是一件衣服而已，凭什么卖这么贵？我也觉得这价钱有点太过了。我知道大家的犹豫，不过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你们买了我这衣服呀，绝对不后悔。我这衣服可是世间绝世的孤品，它不仅漂亮，它还防火防水，实乃宅斗良医，宫斗必备呀。这样听着确实物有所值啊，还能防水，这样再也不用怕被别人推下水了。第一套月华流霞裙我要了，正好下月太后寿辰，我要穿着这套去贺寿。哎，那我要第3套金秋桂影，第4套凝艳凝目裙我要了。娘，那套碧海晴空太美了，女儿及笄礼上若能穿上，定能惊艳所有人。您就给我买了吧，娘，我求您了。娘，我也要。好，最后一套我要了，给我来一套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大家先别着急，云岭锦一共制成了10套成衣，现在只有4套，只不过每一套以后得交30%的定金。只有10套，那岂不是只有6套了？我要预定。好，那大家抓紧时间，先到先得。我要再来一套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苗姨，你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赚10万两黄金啊！你真是商业奇才啊！一般般啦，对我来说，那都是小菜一碟。郑姑娘，我们说好了3期分成，我算了一下，10套成衣总共卖了10万两黄金，这是属于你的7万两。多谢柳老板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云岭锦赚了7万两，之前给欧阳郡主治病赚了1万两，再加上之前杂七杂八赚的，大概15000两，这加起来差不多95000两。那这么算下来，还差5000两就能给藏宝图再次升级了。你听说了吗？江南的张员外一掷千金，10万两黄金，只为求一位齐香孝敬家中老母。10万两黄金？我没听错吧？此事千真万确，张员外已经发出了告示，3日后在香道馆举办调香大赛，邀请天下调香大师参加，谁能获胜就能获得10万两黄金。他疯了吧？这可是10万两黄金！我可听说张员外是出了名的铁公鸡，会愿意花10万两黄金就为了一位齐香？我听说张员外就是个幌子，他实际上是为周大人办事。哪个周大人？还能是哪个？户部侍郎周大人啊！下个月就是太后70大寿，我听说是太后喜欢研究香道，周大人肯定是想投其所好，于是就重金求香，准备作为太后寿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只可惜啊，我对香道一窍不通，否则也要去参加这个调香大赛。
我去，如果赢得比赛，就有10万两黄金。有小凤在，说不定我也能试一试。小凤，主人，我都听到了，正在为您搜寻奇香。主人，藏宝图显示，城外青鸾山里住着一位隐居的调香大师，他手握着传说金主绿云香的秘方。传说金主绿云香是杨贵妃所用的帐中香，糅合了多种珍贵香料，定能帮助主人在调香大赛中获得第1名。好，咱们就出发青鸾山。终于爬上来了，累死我了。哇，好香啊！这里面像是松针混着血水，还有一点点橘皮的味道。不愧是调香大师住的地方。请问有人吗？迷路了吧？出门右转，顺着小溪走就能出山了。您误会了，我没有迷路。我听说您是一位调香大师，手里有金主绿云香的秘方。不卖。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买你的秘方100两黄金。松手！1000两，那1000两总行了吧？说了不卖就不卖，给多少钱都不卖。那您要怎么样才肯把秘方给我？您说条件吧，无论什么要求，我都尽量满足。你非要知道？要。好，我提出个问题，你能回答上来，我就把秘方交给你。什么问题啊？水是什么气味？水还有气味呢？你不是我要找的传人，你离开吧。水是什么气味啊？水不是无色无味的吗？难道还有气味啊？小凤，你知道答案吗？主人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婆婆，你去哪？让开点，别碰翻了我的香料。婆婆，喝水。好香啊！这什么味道？无可奉告。我闻着里面好像有沉香、白檀、丁香、木香、甘松，还有麝香、藿香，还有当归白芷。婆婆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婆婆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鼻子倒是挺灵。那是。婆婆，你是不知道，以前我可是个乞丐，2里地外的肉香我都能闻到，而且那骨头扔了以后，我抢的比狗还快呢。别在我这卖惨，只有回答出我的问题，我才会把配方交给你。婆婆，我闻着这里面好像还有别的气味，但是我又说不上来。你确定？没别的了，你把配方说的已经很全面了。这一味香名为雪中春杏。雪，没错，就是雪。这里面是不是有雪？雪的气味你都能闻出来？那是当然啦。雪的味道是凛冽的，它里面有严冬和寒风的气味。这雪呀，让人一闻头脑清醒。婆婆，这里面是有雪对不对？有。配方里所有的花都是在雪后采摘的，调香时用的也是融化的雪水。我就知道，你于调香一道很有天赋，但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。再等一下，婆婆。我好像知道那道问题的答案了。你真的知道了？水可以是无味的，也可以是任何味道。雪水带着雪的气味，山泉水有岩石的气味，
吸水有小鱼和沙粒的气味，水接触到什么，它就是什么味道。水接触到任何东西，它就是任何的味道，对吗？我花了半生时间才悟出的道理，没想到你半天就想明白了。你经过我的考验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。这里面装的便是金主绿云香的完整秘方。另外提醒你一句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金主绿云香的配料都十分珍稀难寻，调香过程中有一点不对都会失败，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谢谢婆婆点拨。秦老板，我要参加3日后的调香大赛，你可一定得帮我。调香大赛？你是为了那10万两黄金？对，这个呀，是我好不容易求来的一种奇香的配方，你能不能按照这个配方给我找找香料啊？我看看，龙脑香、苏合香、乳香、安息香，这些确实极其珍贵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那都不是什么事儿。3日之内，我保证送到你手上。我就知道找你准没错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调香大赛的邀请函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你来现场看我呗。好，我一定去。哎，经过多轮淘汰与选拔，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调香大赛的最终决赛现场。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最终的5名选手，他们分别是沉香李家李文月、檀香王家王艳。请诸位多多支持，我一定会拔得本次比赛的头筹。最后一位配方无根之水还没有找到吗？完了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没有无根之水的话，我肯定赢不了比赛。要不用山泉水顶上，反正都是水，应该差不多。不行，你不懂。麝香赵家赵灵素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家传人赵灵素。龙涎香孙家孙如松。现在还有最后一位，哎，人呢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这调香一道真是没落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入决赛。阿猫阿狗？这里有小猫小狗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你少在这里装傻！一个新人，谁知道你用什么手段进入决赛的？你这么破防，该不会是嫉妒我吧？你放屁！你……好了好了，两位选手不要争吵，比赛马上开始。现在请5名选手依次点香，然后由包括我在内的4名评委打分，选出最终的胜出者。我要献上的香名为鹅梨帐中香，此香是10大名香之一，传闻是南唐后主李煜为小周后所制，是宫廷规格香的代表。果然是好香，这香气缠绵悱恻，意蕴悠长啊。对呀，而且浓而不腻，闻着似乎还有安神的功效。确实不错。我这香乃道家奇香灵虚香，传闻此香能天地门户，通灵达圣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马上就到我了，无根之水到底是什么？死脑子，快想啊！这孙家的东阁藏春果真是一绝啊！闻之如沐春风，眼前仿佛有百花绽放。是啊，他们前面4人都拿出了如此好香，想必最后1人也不会差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闻了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先上再说。这什么味儿这么臭？太难闻了，我都要吐了。我就是缺了一味无根之水，你至于这么臭吗你？你快把它端走，别在这里祸害人了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根之水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无根之水就是天上没有落地的雨水。他这是干什么？不会是疯了吧？小凤，收到，马上为主人呼风唤雨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下雨了？
好香啊！怎么突然这么香？啊！哪来这么多蝴蝶呀？我没有在做梦吧？这太梦幻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也太震撼了吧！终于成了。此香是何名？名为金主绿云香。很好，我宣布，此香就是本次调香大赛的头名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周大人，你不能因为它的香能引来蝴蝶，就定它是第1名啊！这是奇淫巧技，它肯定在香料里加了花蜜，才弄出了这样的效果。除了这一点，它的香有哪一处比得上我的？喂，你这个人怎么睁着眼说瞎话呀？明明我的香各方面都吊打你的好吧？你说吊打就吊打，你当你是评委吗？张员外，你来说说，到底谁的香更好？张员外，明天决赛你一定得帮我呀。放心，明天保证让你拿到第1名。周大人，我倒觉得王燕的香更合适。太后不是信道吗？王燕的香正好符合他老人家的喜好啊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改成王燕。等一下，黄婆婆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哎，我看你有点熟悉啊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老身名为黄梨花，曾在宫内当过御用调香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曾在太后身边见过你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周大人，我过来不是跟您叙旧的，我是想告诉您，这位姑娘调制的金主绿云香还有其他妙用。哦，有什么其他妙用啊？金主绿云香在香膏状态下涂抹在头皮上，可以让人一夜生发。一夜生发？真的假的？太夸张了吧？绝无可能！要是能一夜生发，我就把香炉生吞下去。我相信黄婆婆，她不会说谎。你确定能一夜生发？没骗我？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让我来！我涂了整整20年了，什么方子都试过，毛都没长一根。你要是真的让我长出头发，我给你立长生牌位。好家伙，这难度直接拉满了呀！黄婆婆，你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把你之前调配的金主绿云香的香膏拿出来，把香膏抹到她的头皮上。哎，这个凉飕飕的，它真的管用吗？一夜之间长头发，骗鬼呢？对呀，这都不可能的事儿，那脑袋光的跟鸡蛋似的。哗众取宠啊！这香膏需在头皮停留1整天，明天此时大家见分晓。好，本官亲自坐镇，绝不徇私。走吧，明天再来吧。走吧，走。我看你们明天怎么收场。那我也先走了。婆婆，万一明天老汉长不出来头发怎么办？那就算长出了头发，那周大人也不把第1名给我，那又该怎么办啊？你放心吧，他会给你的。世人都知道太后信奉道家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太后非常爱惜自己的秀发，近年来却掉发严重。只要真的能生发，周侍郎会不顾一切的把金主绿云香送给太后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让，我看不见。来了吗？那老汉呢？老汉来了吗？怎么还不来？该不会是跑了吧？老汉，你别搞神秘了，让我们看看啊！就是，快摘下来，让我们看看。大爷，把帽子给他们摘了。这，我的娘啊！太神奇了，简直是神迹啊！这真长头发了，黑的，是黑头发。神了！这一夜生发，空无逢春，这是神香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样，周大人，您是否满意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
本官即刻命人开库，把10万两黄金兑付给你。10万两黄金终于到手了。主人，藏宝图感应到您财富已达10万两，可以再次进阶了。那还等什么？马上进阶！恭喜主人解锁出新技能，新技能能够一次性探寻出多个宝物，宝物越密集，价值越大的地方金光越盛。下一次藏宝图升级的金额要求为1000万两黄金。镇海猴之墓，你该不会想让我去盗墓吧？不行，这盗墓这事儿也太缺德了，而且墓里机关重重，万一我死在里面怎么办？主人不用担心，镇海猴墓中的宝物已经被一伙盗墓团伙已经盗出来了，而且这伙盗墓贼大部分都死在了墓里，最后出来的2个人因分赃不同而同归于尽了。兄弟，这把稳了，4个人就咱俩出来了，那俩都死在里头了。镇海猴墓里的宝贝，随便一件就够咱活10辈子了。兄弟，要我说还是你聪明，让他们老4挡那毒箭啊！他那脑子不死谁死啊？这箱子里少说几10件宝贝，在墓中都是我出的力，凭什么分他一半？只要弄死他，所有的宝贝都是我的啦！兄弟，喝口水。谢谢啊。你对不起啊，兄弟，这里面的钱只能我一个人花。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也喝水了吧？水里被我下了毒，你也别想活。贱人！你这个贱人，阴险小人！妈呀，全员恶人呀，那死的不亏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这宝物可就归我了。小凤，走，咱们去邙山寻宝。啊！哇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2位兄弟，我是来捡东西的，我不是来打扰2位的，见谅，见谅。让我看看，我这价值100万两的黄金都长什么样子！哇！我发财了，我真的发财了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抓紧走啊！住手！老大，我们发了，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够我们几个活一辈子了。哥几个正愁吃白跑一趟，谁知道还有意外之财？哪里来的黄毛丫头，把这箱珠宝给我留下，不然爷爷让你人头落地！几位大哥，误会，绝对是误会。像我这种黄毛小丫头，怎么敢跟几位爷爷抢宝物啊？我这就走。算你有点眼色。就你们几个废物，还想在我姑奶奶手里抢宝物？先问问我手里的剑再说吧。你这小身板还敢拿剑？会用剑吗？要不要让哥哥亲手教你啊？就你们几个废物，我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你们给掰断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，让他看看我们的本事！我去，这剑这么厉害呢！姑奶奶，给次机会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这珠宝我不要了，都是你的，我一个我都不要了。你个死盗贼，你不讲道理啊你！哇，这是什么啊？这可是镇海猴墓
出土的宝贝：金缕玉衣、琉璃盏、金丝楠木盒、河洛神女图，还有这流光宝剑，怎么样？够震撼吧？金缕玉衣，我只在典籍中见过记载，没想到真的存在。钱老板，我打算把这箱宝贝按照100万黄金卖给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价格我倒是能接受，不过我手里没有这么多钱。不如我们举行一场拍卖会，你这件件都是典藏级的宝贝，若是拍卖，必然会引来4方豪杰进行抢夺，到时我们1/9分成，如何？哎，没问题啊，那咱们得抓紧操办，我得亲自当这个拍卖师。好，我现在就让人去贴告示。这不是西域的宝石大王吗？久仰久仰。哪里，比不上你啊！不仅是皇商，还当上了晋商会长。欧阳郡主到。参见郡主。诸位不必多礼，今日是珍宝阁的盛会，本郡主也是来凑个热闹。秦阁主，妙音姑娘，可以开始了。多谢郡主赏光，我宣布珍宝阁顶级珍品拍卖会现在开始，有请今日的拍卖师，也是今日宝物的提供者郑妙音郑姑娘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拍卖师郑妙音，今天由我主持拍卖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上第一件拍品。第一件拍品，金缕玉衣。哎呀，金缕玉衣啊！金缕玉衣，这真的是金缕玉衣。我曾在一本残破古籍中见过描述，本以为早已湮灭在历史中，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见到了真的。玉片温润，金线夺目，这工艺神乎其技，果然是王侯级的陪葬品呐！如各位所见，此物出土于镇海侯墓，它是由上千片的和田美玉，还有特制的金线编制而成，不仅有更高的历史价值，还有研究价值。咱们起拍价1万两黄金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两。11000两，13000两，15000两，2万两。老兄，你主营的是西域宝石，要这中原文物做甚啊？不如让给我吧。好东西谁不想要？我买回去镇宅不行啊！28000两，28000两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28000两一次，5万两，55000两，10万两，10万两，这么多！郡主出价10万两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10万两一次，10万两2次，10万两3次，成交！恭喜欧阳郡主斩获国宝金缕玉衣，欧阳郡主大气，这是一个开门红。不过大家各位都先别着急呀，接下来咱们好戏呀还在后头呢。下面这一个可是能够上阵杀敌的宝贝哦。请第2件拍品，流光宝剑。此剑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，光说没用，咱们现场试试。白霜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可是市面上最好的精铁刀。现在我们2个对砍，我数3、2、1，3、2、1，嘿！哇！好剑，果然是好剑！我行走西域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锋利的武器。怎么样？我没骗大家吧？这可不只是装饰品，是能传家的神兵利器。起拍价5万两黄金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00两。55000两。6万两，7万两，8万两。老弟，
给我个面子，把这把剑让给我。下次皇上采购西域宝石，我多分你30%份额。我呸！谁稀罕？这是宝剑，可以保命的。我出10万两，10万5千两，你非要跟我作对吗？15万两，价高者得。15万两了，15万两了，15万5千两，这是我最后出的价。你要再跟我作对，就是在打我们晋商商会的脸。打你又怎么了？16万两，20万两。你是谁呀？这位客官看着面生啊，你是混哪条道上的？无名小卒，不过是爱剑之人罢了。20万两，可还有加价的。算了，我不要了。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我就不跟你争。20万两1次，20万两2次，20万两3次，成交。这把宝剑就归这位先生所有了。第3件拍品。哇！前朝华圣胡道子的《落水神女图》。哇！不愧是华圣胡道子的画，神韵十足啊！等等，这幅画是假的，请谨言，这影响我们珍宝阁的声誉。你珍宝阁的声誉关我屁事啊！这幅画就是假的，因为《落水神女图》的真迹在我的府上珍藏着呢。什么？难道是假的？怎么回事？珍宝阁居然卖赝品，到底谁的才是真的？神女图是假的，说不定之前的金缕玉衣和流光宝剑也是假的。珍宝阁居然敢卖赝品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。对，没错，给我们交代，没错，给我们交代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别着急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我相信妙音的为人，绝不会做这种事。朱桃公应该是看错了，回去要好好查查吧。郡主啊，你是他的朋友，该不会偏袒他吧？你疯了，敢顶撞郡主？算我倒霉。郡主，等等，你既然说我这画是假的，我也不想仗势欺人，那不如这样，你把你的画拿出来，咱们现场让鉴定师鉴定一下。这里的鉴定师都是你们的人，肯定偏袒你们，这不公平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就由老夫为2位辨别真伪吧。陈老怎么在这儿？陈老可是当朝画圣，他在这儿肯定能鉴定出神女图的真假。好，那就有劳了。来人，回府上速把落水神女图的真迹取来。是。哼。陈老，请。陈老，如何呀？我这是否是真迹？恕老夫直言，你这幅画工精湛，足以乱真，但细看笔锋，略显板滞，神女眼眸缺少一份灵动之气，应是前朝高手临摹的精品。而这一幅笔走龙蛇，气韵生动，特别是这神女双眼，仿佛在注视着观画之人，这才是画圣吴道子的真迹无疑。他的才是假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我3代珍藏。怎么样？现在是谁的信誉问题啊？您这祖传真迹，该不会是您的祖上打眼了吧？郑姑娘，是在下眼拙了，唐突了真迹与姑娘。此画我愿出30万两来购买，其一是为了给郑姑娘赔罪，其二也是为了我朱家的门面，还恳请成全。好，30万两，还有更高的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这幅画就归朱桃公所有了。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幅神女图我们就让给朱桃公了，也成了一桩美谈。30万两1次，30万两2次，30万两3次，成交！恭喜朱桃公获得此宝《落水神女图》。接下来，请上第4件拍品——琉璃盏。20万两，
25万两，30万两，40万两，40万两了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40万两1次，40万两2次，40万两3次，成交。恭喜会长拍得最后一件展品琉璃盏。本次拍卖会共拍出15件拍品，是历史最高，打破我珍宝阁多年的记录，共计198万两黄金。厉害！感谢各位贵宾的支持，我宣布本次拍卖会圆满结束。藏宝图说，我那宝箱里面价值100万两，没想到我靠拍卖拍得了200万两，这整整翻了1倍呀！下次我还来拍卖。主人，我检测到了新的藏宝地点，神府地下沈万金宝库，800万黄金。我的天哪！不愧是我大鱼巢的女首富啊！这宝库里面竟然藏了800万两！哈哈。那可是，那是人家的宝库啊，那总不能给我一个外人嘛？那我眼馋也没有用啊，那总不能让我去偷去抢吧？快跑，晚了就被别人抢先了！走，快去！对，快去！去晚了没地方了，走。你们去哪儿啊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找首富沈万金去世了，死后留下了一座宝库和3道谜题，谁能解开这个谜题，谁就能获得宝库的继承权。还有这好事啊？是啊。那3个谜题是什么啊？谜题会在今日午时3刻在神府门口由赵管家公布。我不跟你说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走了。你等等我也去啊！沈万金可是富可敌国的老太太，家里黄金能铺成一条街了。排行榜上的寻宝名人几乎都来了，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是来凑数的。不知道最后宝库究竟会滑落谁家呀？好多人啊！龙婆、宝珠，你们也在这儿？郑姑娘，好久不见。我也在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玉面公子嘛，我当然记得喽。这次我绝对不会让宝库被你抢走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手下败将吗？你他妈！53刻到了，53刻已到，我来公布第1道谜题。诸位听好了，这第1道谜题的内容是：吾以素手起家，千丝万缕，织就繁华，色彩褪尽处，初心始发。这谜题有意思啊。赵管家，这谜题是让我们猜什么的？总得给个方向吧。这个宝库一共有3个钥匙，3道谜题对应3个钥匙的藏身之地。那谜底就是一个地名喽。素手起家，千丝万缕，指向他发家的布匹生意，无疑定是沈家老绸缎庄，那是他起家的第1家铺子。老绸缎庄早改良店了，我看是城东的老织造局旧址。一群傻货，居然把自己猜想说出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各位，我已经有头绪了，先走一步了。我们也去看看。走，先去城东看看。走。色彩褪尽处，初心始发。该不会是沈万金刚开始染布的地方吧？小凤，沈万金从什么时候开始染的布？在什么地方？沈万金16岁，另下西城河边一个小院，替人染布起家。那院子后来扩成染房，30年前因河道改建废弃。西城河边，走，小凤，带我去。没问题，主人，跟上我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妖魔鬼怪都退散。哎呀，妈呀，吓死我了吧！这钥匙在哪儿呢？哎，钥匙肯定在那里。
像摸到了。嘿，第一把钥匙到手了。螳螂不缠，黄雀在后，就让你先高兴一会儿。哼！主人，有人在跟踪你。放心，我早发现了。先让他蹦跶一会儿，等他以为自己要成功的时候，再把他一举拿下。主人真聪明。听说你是讲谁是真的？是谁呀？找到了吗？真的。听说了吗？第一把钥匙好像昨晚被人拿走了。肯定是玉面公子吧？他脑子最灵光。我觉得呀，是胡三刀。他这脾气呀，向来暴躁。要是被别人拿走了，他早就发飙了。诸位抬爱，可惜并非在下。昨夜我绕着城西转了一圈，毫无收获。没想到吧？钥匙在我手里呢。苏静，现在我公布第二道谜题。无字微莫起，根埋旧日田。何处是我源头，亦是终点？啊？是终点的？这是什么呀？终点？这也太抽象了。死亡是人生的终点，难道在他的坟墓里？哎，我觉得是他老家。哎，这个沈万金，他老家是哪儿来着？我对沈万金的了解还是太少了，先找人问一下他的生平经历再说。那孟获心悦诚服，就此归降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，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。喂，哎呦，哎呀，姑娘想听什么故事，尽管提。您这钱啊，可够全天包场了。给我讲讲前任首富沈万金的故事，讲讲他的生平，越详细越好。尤其是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，家里长什么样子。你说沈老夫人啊，你可找对人了。沈老夫人的发家史啊，我可太熟了。早年间啊，我还给他家账房先生的远亲跑过腿呢。话说沈老夫人那可是从泥堆里爬出来的，家住城外20里沈家坳，父母早亡，就剩下一间快塌的老黄土坯墙，房前有棵老槐树，据说是他爷爷的爷爷种下的。等等，你说他们家门口有一棵老槐树？对呀，那房子早就塌了，就剩下半堵墙了，但那老槐树还在，粗得很，得3个人合抱。老槐树根埋旧日田，第二把钥匙一定在树下。哎，姑娘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是这儿了，开干！怎么会没有呢？不应该啊！我的风筝！我去，钥匙在他身上。我的风筝拿不下来了。小朋友，你别哭啊！姐姐看你这脖子上的项链挺好看的，我用钱买你的好不好？你是谁？我奶奶不让我和陌生人说话。你别害怕，姐姐不是坏人。只是姐姐喜欢你脖子上的这个项链，你能不能卖给姐姐啊？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，可以买很多很多的新风筝、新衣服，还可以买冰糖葫芦。不要，我就要我的风筝，这是哥哥亲手给我做的。这样吧，姐姐帮你把风筝给你拿下来，你就把这个项链卖给姐姐好不好？你真的能拿下来吗？很高哦。放心吧，姐姐爬树很厉害的，你给我看好了。
姐姐没事，放心吧。哇，姐姐好棒，拿到了！喏，你的风筝。谢谢姐姐。真乖。第二把钥匙在他手里，快抓住他！这么多人！站住！把钥匙交出来！别跑！都盯紧点，把郑妙音找出来。放心吧，他肯定会出来。等他带着钥匙出来，我们就把他的钥匙给抢过来。不好，别人也知道钥匙在郑妙音手里了。他一会儿若出现，我必须要先下手为强。我现在宣布最后一道谜题：吾散金如土，乐见众生保暖；闹市喧嚣里，真金换笑颜。散金如土，乐见众生保暖。这说的是行善布施吧？闹市喧嚣里，真金换笑颜。难道是沈老夫人经常施粥舍药的地方？或者是他开设的医馆善堂？在闹市之中能让众生展颜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郑妙音怎么还没出现？怎么样？谜题是什么？我散金如土，乐见众生保暖；闹市喧嚣里，真金换笑颜。就这些了。干得漂亮！那这是你的报酬。谢谢贵人。散金如土，乐见众生保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慈安堂。这慈安堂是当初沈万金出钱筹建的祠堂，就在西市最热闹的街口。你拍一，我拍一，这就是慈安堂啊！钥匙会藏哪儿呢？你拍二，我拍郑姑二。娘，真巧，你也在这儿。咱们两个还真是心有灵犀啊！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郑姑娘来多久了？可有头绪？没，我这不刚来吗？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现在是5了。小朋友们，拍5，我拍5。阿婆，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古铜色的钥匙啊？吃饭？还没到饭点呢。小朋友们好啊！小朋友们，你们知不知道钥匙的具体位置？快跑！小朋友，是钥匙，不是吃饭。汤匙？还有汤？什么汤啊？您先歇着吧。郑姑娘也一无所获。公子，你不也是吗？看来这钥匙也不是靠嘴就能问出来的。老爷爷，您没事吧？你这桶里装的什么呀？味儿这么大！这位姑娘，这位公子，老身腿脚不便，你们谁能把这公桶倒进茅厕吗？公桶？你这桶里装的是尿啊！哎呀，太恶心了！老爷爷，交给我吧，我来。哎呀，姑娘心善，喝口水吧。谢谢伯伯。钥匙原来在这儿啊！太好了，3把钥匙终于集齐了。啦啦啦啦啦，
宝库马上就是我的啦！小乞丐，让老子好等！我就知道你拿了钥匙会走这条近道。胡三刀，你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你想抢劫吗？抢劫？老子是拿回属于强者的东西，把3把钥匙都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钥匙？什么钥匙啊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还装呢？我早就知道3把钥匙都在你手里了，也就是你这个蠢货，不知道我一直在跟踪你，你所做的一切我都一清二楚。什么？你竟然敢跟踪我？哼，跟踪你又怎么样？少废话，把钥匙交出来，不然……你休想！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把我的钥匙交给你这种人。你找死！给我上！先打断他的腿，再把钥匙给我搜出来。我先杀了你，再抢了你的钥匙。住手！欧阳郡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真当我傻呀？早在你第一次跟踪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了。第1把钥匙到手了。螳螂不缠，黄雀在后，就让你先高兴一会儿。哼！主人，有人在跟踪你。放心，我早发现了。先让他蹦跶一会儿，等他以为自己要成功的时候，再把他一举拿下。主人真聪明。你竟敢耍我！胡三刀，你屡次横行霸市，如今竟然当着我的面当街行凶、抢劫、杀人，今日我便将你送到官府处置。郡主明鉴，这小乞丐胡说八道。你的话留着给府尹说吧。郡主，我真是冤枉的，饶了我吧！把他押走。郡主饶了我吧！郡主，您来得太及时了，要不然我的钥匙就要被人给抢走了。谢什么？快去找你的宝藏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郡主拜拜。拜拜。郑姑娘，就是这里了。老主人临终前吩咐，3把钥匙聚齐，宝库便可重见天日。请您开启吧。老夫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就先离开了。多谢赵管家，你慢走。好。我的亲娘啊！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这简直就是天堂啊！恭喜主人，资产达到1000万两黄金，成为大鱼巢的新任首富。谢谢谢谢。藏宝图升级开始。恭喜主人，解锁广域探索技能，检测到东南海域深渊有超大规模古代沉船宝藏群，蕴含财富不可估量。是否规划新的寻宝航线？这路上的首富生活还没开始呢，这海底的宝藏就对我招手啦！小凤，这人生也太刺激了吧！小凤，给我准备船只，招募水手，咱们扬帆出海！